小伙伴们，今天周一，8月11号，今天咱们来一个之前没来过的训练。很多人之前都看那一位克莱顿杨在奥运会波士顿马拉松他备赛的所有的课表，还有他的视频节目，对不对？火了很长一阵子，而且我觉得专业运动员能跑进210以内的运动员，能把他的 Strava 全都公开出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今天跑一个他的课表，他是按英里算，8英里，然后3个1.6英里。他的8英里是他第一次跑的视频说的是要比他的马拉松配速还要快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调整。我现在距离下一场比赛悉尼马拉松还有整整20天。所以呢，我会调整到比我的马拉松配速慢一点。我现在在热身阶段，一会儿一摁几圈键就开始。8英里差不多13公里，差一点点，所以我就定的13公里。然后休息，我现在看不了那个下一个步骤，休息差不多应该是8分钟，然后3个1.6公里，因为它是3个1英里，我就3个1.6，中间休息4分钟。那么今天出来有点晚，现在已经6点12了，我们要抓紧走。昨天夜里下雨，现在又下起来了，又下起雨来了。一会儿镜头上可能会有雨滴。雨突然下大了，刚才看到几位朋友在这儿练。今天是日本的假日，是山之日，所以好多登山的小活动、小比赛。但是下雨的好处就是没有那么热了。我们把水放下，然后13公里，13公里要跑2次。这个5公里的折返再加半次多。好，准备。开始了。热身了17分钟。不到3公里，因为我看他的那个课表看的不是很仔细，我印象中他比赛这个月也是有一次这个训练，然后配速就慢了一些。其实他开始分享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太追。就我也不太知道，我是差不多最近才知道这个课表的细节的。但是你回忆一下，它其实和我们每周6的训练，就我自己的逻辑不谋而合。你看每周6我们不管是前段时间夏天跑15，冬天跑20、25、30，还是上周跑20。我其实就是后边没有3个1.6，我差不多还有不到2公里的时候就冲刺，而前面的那些呢，差不多就是4分。所以真的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训练自己，慢慢找到，就你在练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需要练什么。就跟人不需要教吃饭，你吃的时候知道自己需要吃什么，什么时候饿，可能有点快，但是这都得是练多了，因为训练本身不是人的本能，但是训练是一种，就训练自己是一种挖掘本能的过程。因为你看，如果我们还是没有智慧的生物的时候，那你不管有的动物是磨爪子，还是往身上糊泥，防止蚊虫什么的，它其实都是摸索出来的过程。有一个好的教练或者团队
可以更简单，但是自己也不是完全不行，自己也可以摸索出来。这个课表的逻辑是，如果您在就是全礼服的训练期，这个13公里跑到比马配快3秒左右，或者5秒，就你马拉松越快，快的就越少。来，豆豆面子。然后3个1.6就尽全力，像这种到比赛月就比马配慢一点，3个1.6留一点点力，还是太闷热。今天穿的是阿迪达斯的 Pro 4，第1公里3分57。好的，います。这 Pro 4穿上跑这种配速，其实挺舒服的。你好，一看穿轻工国内来的小伙伴。这每一趟爬升大概16米，就这一小段，16米也不低呢，3、4层楼。3分54，第2公里，还是快。今天的训练目标就是累，但是不上绝对强度。快比赛基本就是这逻辑，到最后10天再说。后天周3又是合练的时候了。第12公里3分52，最后几百米。到了，休息8分钟，3分53整体的平均配速。这8分钟就单纯的休息，不轻松跑。刚才把冒烟撞来的时候，现在还在地上，哗一下，跟那个水帘洞似的。我拍摄的时候，冒烟朝后，就如果冒烟贴住了后背、后脖子下边那儿，就会觉得有一条水柱往下流。喝水。今天单独准备了一个液体电解质，因为
那个麦盛那有糖的是485毫克的电解质，但是这一壶水都喝了水太多了。后边还有训练，你看我刚才这样撕还撒了一些，就是赛场上基本上你的那个补给和真正这个标的，比方他写了200毫克，可能我吃进去了也就150，因为这袋里你肯定吃不干净。你到赛场上你不可能这样。然后今天带了一个 CIS 的胶，看，但是不是那个等渗的，是这黑胶，160千卡。既然是160千卡，应该就不是等渗的，对不对？据说这挺贵的呢。CIS 之前在某书有过一个合作。翻车了呀，不好撕。你看你在赛场上遇到这种情况就尴尬了，对不对？就差不多这样。你看，如果你就像千兆大神分享那种，他们5公里一个补给桌那种，差不多吃成这样就行了。否则你就得这样。你看啊，在赛场上这样，然后这样，这在高速下其实是有难度的啊。而且你看没，刚才又洒出来一些，但是这挺好吃的，特别甜。行。看还有多长时间？还有4分40秒，咱们调整，喝点水。下边3个1.6就按照阈值配速那么跑，甚至比 LT2 还得，我觉得可能说不准还得慢一点。因为今天的目标是不上绝对强度。行，还有4分钟，歇一会儿，咱们开始3个1.6，3个1.6中间的间歇好像是4分钟，对。4分钟，你看就这种湿度，就老是这雨要下不来，下一会儿停一会儿，这么跑完，你看湿得透透的，这没有浇任何水，就湿成这样。其实我没有不贴身的材料，今天这是这狠角色，阿迪这双 Pro 4，看，又有跑的看着特专业的小伙伴们在训练。还有1分钟，我们往这边走一走。这条路1.5公里，差100米，所以一会儿我们转身向喷水池跑，绕一圈再往那边跑。说实话，有点跑不动了，很难想象这个课表用比马拉松配速快一点点的配速，就快一点点是针对我。如果您的马拉松配速是5分40破4，其实你也不用跑这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您越慢要快的越多。还有9秒。走。嚯，这大部队。
3分32，还有600米。3分33，啊，好累呀，好累呀，4分钟休息。这个课表消耗好大呀，是那种就是消耗完了的那种累。还有2分多钟，就这个1.6到最后是那种。对，我没看心率，但是我感觉不是心肺问题，就是腿整个这条线，从大腿到臀部，甚至到腰，都觉得有点立不住了，真心话。最后脚有点发软，还有2个，降低一些预期，降低一些预期。有人说汗往鞋里流让鞋湿，我这样的话也会，就我停下来汗就出来了，然后再直立就走，没有前倾，然后呢走路没有风，汗就会顺着衣服往下流。穿高筒袜或者戴腿套会有一点点帮助，因为它能帮你吸收一些，然后再蒸发出去。刚才说的是，其实破4的选手是完全没有必要跑这种训练的，基本上3小时30以内再跑。如果是3小时30以内，你可能要比你的，就如果跑全力的话，你可能要比你的马拉松配速要快8秒，5到8秒。对我来说呢，应该是3到5秒。如果是在上升期的训练，不是这种备赛期，上升期的训练，我刚才那13公里应该跑到3分42左右，其实不难的。我那就上升期不是这种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基本上10公里跑3分35是正常的，15公里跑3分40、3分38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半马是3分30。这天气要降低预期，因为这次是从北半球去南半球的比赛，没办法，8月底北半球是没有比赛的，他那边是冬天入春，所以很奇妙的一次经历。夏训直接接到冬天，还有8秒，那队人过来了。走。
328，还有600米。327，一个英里差不多5分20，不对，还有少了100米，差不多5分30，应该是5分15，也许5分30以外了。还有最后一个，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少有这种，还有倒数第2个腿特软的感觉，看他们。休息了1分钟了，现在心率157，不知道他们是哪个组织，看着就是中学生，可能大学生都不是。哇，我有点那个，就是汗进到耳朵里，就跟游泳耳朵进水那感觉。哇，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好顶啊！如果您的比赛是11月，就现在是正好是这个强度期，不妨试一试这个课表。我开头和现在还有结尾我都把课表贴屏幕上，我贴那个我修改过时间的，按照我今天的这个实际体感修改一个对应我的配速要求，各位按照自己的成绩去套。我左耳的水出不去了，听不见了，哈！听这蝉鸣是嗡嗡的，听我说话也是嗡嗡的，啊！还有34秒，20秒。行，现在一想还有最后一个也行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我跟我自己心里是这么说：最后一个是要坚持住，但是不能到最后就要摔倒那感觉。毕竟自己在公园训练，这样田径场就没事儿。又下起雨了，走。
大雨。322第1公里，322。穿越了气，带劲！我雨又停了，天气。有时候骑车这个是路人还是教练？像是教练，高中生的样子。今天的训练结束，周一，一共累计跑了25公里。我们先看看按圈数据，然后按组数据，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训练的心得。热身了2.88公里之后，跑了一个13公里的节奏跑，它的目标是8英里，所以我们就13公里，50分37秒，平均配速3分54，平均心率169，最后稍微加到了183左右冲刺的时候，整个的配速是持续上升的。这13公里我的步速损失百分比只有2.2%，相当可以。这双阿迪达斯的 Pro 4，今天的这个证明我今天的运动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之后休息了8分钟，3个1600，其实应该是3个1英里，1600比1英里少100来米。第一个1600，5分40秒，平均配速3分33，休息4分钟。第二个1600，5分31秒67，平均配速3分27。最后一个1600，5分23秒6，平均配速3分22，还可以吧？最后一个1.6的平均心率181，最大189。倒数第二个的时候，平均心率176，最大184。可以。
今天就算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个训练，明天轻松跑放松一天，后天是6公里的阈值。今天正好还下雨，这双鞋地是湿的，表现也不错。在这个训练，我觉得男性选手马拉松3小时21万，女性3小时31万就不要尝试，这个太定了。有的小伙伴就说：“哎，我马拉松成绩一般，但是我跑8个、10个400都能顶下来，挺快的，至少是我自己的挺快的配速。”这跟这种训练不一样。今天这个训练就有点像，比方说31分钟快慢，我觉得比那还定，就是它没有很多的绝对强度。就是我要顶到那个极限的速度没有，很少，最后3个 1.6是渐进的，会有一点点，主要是一个整体强度，就是它更适合半马冲绝对好成绩或者全马冲绝对好成绩的训练。不行，你们听我说话声音正常，我这耳朵里这水还不行呢。所以这个训练我觉得差不多马拉松3小时以内的小伙伴会很合适，配速我都贴在屏幕上，按照我今天训练的体感我调整一下贴，不按那个我训练的时候手表上的这个，好吧？那要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